4个杀手这次也太狠了，这样附魔了满级的保护。Dream 打了其中一个杀手6次，根本打不死。而 Dream 更狠，竟然把4个杀手困在了下界基岩顶上方的虚空里。游戏一开始，乔治的屁股挨了一巴掌，4个杀手怎能受如此奇耻大辱？他们疯狂的追逐 ，Dream 一路在空旷的沙漠中穿行。他看到前方有一座掠夺者前哨站，右边就有大片森林，但是他却突然向左而不是向右去森林方向收集资源，因为如果挖前哨站附近的树木，就会很可能受到掠夺者的攻击。当血料受损而宝石度降低的时候，行动速度就会大幅减慢，被杀手追上的几率就会很大。他发现一个沙漠神殿，迅速收集完4个箱子里面的有用物资。正当他想要继续向下挖收集 TNT 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杀手跳了进来，并踩下压力板，想和 Dream 同归于尽。生存几率只有3%的附魔金苹果让他大难不死。其他3个杀手判断 Dream 此时必是残血，所以纷纷跳了下来。Dream 用原石把自己隔离，吃箱子里收集到的辣条补血。3个杀手一点工具都没有，瞌睡虫被生生撸死。他扒开原石，剩下的2个杀手早已逃之夭夭。之后是暂时的和平时期，他做了一个矿车，用沙漠神殿收集的火药合成 TNT， 然后合成出 TNT 矿车。他把矿车放在铁轨上，然后挖掉铁轨下的原石，矿车此时就落在了树叶上。杀手们如约而至，Dream故意与他们对视，使他们尽量的挨在一起，然后突然跑向那个 TNT 矿车，用剪刀打掉树叶。就这样简简单单解决掉了2个杀手。幸存的乔治和坏孩子也已是残血，为了保护乔治，坏孩子也死于斧下。最后想要报仇的乔治也没能幸免。之后 Dream 继续发育，身上的羊毛达到了18个，还在沙漠村庄收集了一些床。杀手们终于再次集结追上。Dream 又发现了一个沙漠神殿，他直接跳下并刻了一个附魔金苹果，然后踩下压力板。其中一个星级的杀手以为他被炸成了残血，果然上钩了。其余的杀手此时正在迅速的挖下来，但是下一步 Dream 做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，他心急的用末影珍珠传送到乔治的位置，却被乔治击落，血量瞬间摔成残血。幸亏他眼疾手快，再次把自己隔离，金苹果使他的血量迅速恢复。他挖出直接面对杀手们的挑战。当4个人都还剩残血的时候， Dream 直接在杀手面前又刻了一个金苹果。其实 Dream 现在仍是残血，但是这个金苹果已经击溃了杀手们的心理防线。杀手们以为 Dream 血量充足，所以疯狂后撤。Dream 趁机再次补充血量，然后就是猎杀时刻。之后 Dream 进入下界，开始收集烈焰棒等物资。这次收集并不太顺利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。等 Dream 回到主世界，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摆在了他面前：4个杀手竟然做出了附魔满级保护的盔甲。他们嘲笑的要跟 Dream 1v1， 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、6次。Dream 打了杀手6次，竟然都打不死。哇！他只能疯狂的逃跑。Dream 此时的内心是崩溃的，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得越远越好。但是当他回想起追逐的时候，乔治用光了他的打火石，而且他并没有发现其他人有打火石的时候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形成。他用梦影珍珠不断的向来时的地方传送，重新回到地狱门的位置，并进入下界。进入下界后，开始收集黑曜石。杀手们由于疑心 Dream 制作好了陷阱，所以并未及时进入，这就给了 Dream 收集所需黑曜石的机会。收集完黑曜石，他开始向下界的最上方挖去，他竟然挖到了上方基岩的位置，放置一个梯子，然后就这样竟然卡入到了上方虚空。他重新搭建了一个地狱门，然后回到主世界。他故意等待杀手的到来，并且把自己的位置报给了杀手，挑衅的让杀手来打他。杀手们终于如约而至， Dream 迅速躲入地狱门，被挑衅的杀手果然跟了上来。杀手们来不及惊叹 Dream 是如何到达这个地方的，就开始追逐 Dream。Dream 跑了一段时间，看距离足够，迅速的向回扔出末影珍珠。他在地狱门前放了一个 TNT， 点燃之后迅速回到主世界。地狱门被 TNT 破坏，需要用打火石重新激活，但4个杀手果然都没有打火石，他们就这样被困在了那里。Dream 开始从容的寻找末地要塞，而杀手们则在想尽办法使自己死亡，以回到主世界。长话短说，我们看最后的屠龙时刻。Go back, Pat, hurry! Oh my God, get in! He's in the middle, he's killing it! Kill him! Pat, kill him! No! Come on, run! Get him! No, it's a dragon!
就这样，这次游戏以 Dream 胜利而告终。